们把那个受精卵当做是 foreign object 去排掉，不可以看电视，不可以玩手机，有可能24小时都在睡觉，觉得哇自己好可怜哦，就是 physically 的感觉其实是蛮像 hangover 的。你吐的越厉害，证明你的 baby 越聪明。白白花多少500块，吃了跟你大便出来的时候，它们样子是跟原本差不多，就是代表你觉得我吃得下的时候，我会拼命的吃。就是你不要再想营不营养啊，好不好吃啊，就是叼住在我喉咙，然后嘴巴这边叼一叼出来的死肉，我开始吐血哦。我在shower着的时候，然后我就吐，然后满地都是我吐出来的东西了。我很容易哭，我的肚子已经那么大了。好的，嗨，今天呢，主要是要分享一下我那8周是怎样度过的。那些还没有生的姐妹，或者是之前生的那几胎都没有试过，好像我这样子的就可以参考一下。因为很多人都讲每一胎的状况都会不一样，然后这一切呢都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荷尔蒙导致的。因为我们的身体要避免我们把那个受精卵当做是 foreign object 去排掉，怀孕的时候那个荷尔蒙呢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比较迟钝一点，然后也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因为那段时间我真的很辛苦嘛，我就一直上网找，一直看小红书，然后那些 article 那些 post 全部都是讲在第12周的时候呢就会有改善。因为在第12周的时候，我们 baby 的那个胎盘已经大概完成了，当它完成的时候，我们的荷尔蒙就会变回 normal 的水平。当那个胎盘做好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回 normal 的水平，我们就不会那么辛苦了。首先呢，我要讲的第一个也是我自己觉得最严重的那个 symptoms 呢，就是吐、头晕还有胀风。我就是只是躺在沙发那边什么都不做，我会觉得晕的哦。我不可以看电视，我也不可以玩手机，不然我就觉得更晕。那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讲，哎呀，你就躺在那一边开一些电视节目或者一些 drama 看就好。可是我是那一种，如果我看戏的话，我就是想要去了解那个戏在讲什么，我就用脑嘛。然后我用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头很晕很晕，所以我是完全不能看电视。我弟弟也是有讲，不如你玩 game 啊，那个不是要用更多脑咩？所以我也是不可以玩手机。如果我很 focus 的在看一样东西，我就会觉得很晕，我很想要吐。所以我唯一能做的东西就是闭目养神，就是躺在那边关眼睛。可是睡不着了，因为你没有可能24小时都在睡觉嘛，你就只能关着眼睛躺在那边，就这样。不然就是我开眼睛，然后我就看着我家的阳台，我就是看着外面的风景，看着外面的天空，然后我就觉得哇自己好可怜哦，就躺在家里这样什么东西都做不到。然后那个感觉哦，就是 physically 的感觉其实是蛮像 hangover 的，宿醉第2天早上起来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晕晕，想要吐，就是差不多那一种感觉。我还因为我的这一些吐啊晕啊的 symptoms 我去看多了2位医生。因为原本照理来讲我们应该是1个月才去见1次医生。我在8周里面我已经就是去见了3个不一样的医生。第一个就是 confirm 我 pregnant 的咯，那个时候是我4周多的时候去。我6周的时候我又去看另外一个医生。再来就是我回到怡保的时候，我也去看我妈妈之前看的一个妇科，所以总共看了3个医生。后面的那2个医生呢，就是我很不舒服的时候我才去看的嘛。我去看到这2位医生，这2位医生讲的东西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你吐代表你的 baby 很健康。然后其中一位医生还讲哦，你吐的越厉害，证明你的 baby 越聪明。我也不知道我是要开心还是伤心哈，就是看多这2位医生，我白白花多了500块。那一段时间不管我走到哪里哦，我都是拿着这个铁杯，因为我会无时无刻无预警的就会想要吐。就比如说我在房间的话，这个东西就会在我的床头柜；如果我在客厅的话，它就会在我旁边；如果我在客厅低浪睡觉的话，它就会在我的低浪旁边。总而言之，我去到哪里我都带着它。在小红书上面呢，有跟我讲怎样改善这一个问题，其中一个呢就是修姜片。所以那时候妈咪就有切了一小块姜，然后我就放在我的鼻子那边。我就比如说我躺在这边，我那个姜我就这样放着，
就是它其实是蛮好嗅一下的，但是因为要用手拿着，就觉得有一点麻烦。然后我也试过嗅这个如意油，这个其实是那种属于驱风油吧。但是因为这个如意油哦，它应该是 made in Malaysia 的，然后我要上网找它的资料，其实也没有很多，因为我有在就是小红书上面有看到讲那种驱风油，其实不是很建议孕妇用，因为它里面有一些 ingredients 会可能导致宫缩，或者是总而言之就是对baby 不好了，所以就是尽量不要去用那种风油。所以那时候我 came across 这一个如意油的时候，我没有查，但是我只是嗅，因为我这样嗅嗅，然后我就觉得精神了，我就没有这样动它。说到最后呢，有几个方法其实是有帮我缓解到孕吐啊、胀风、头晕的这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rubber band， 我弄不见了，所以我只可以放一张图在这边，应该是我太久没有用，懂是不是？当垃圾给我丢掉了。它的包装上面呢，它是写 for morning sickness， 基本上呢就是那种孕妇晕啊、孕吐，就算你不是怀孕，只是普通的晕车、晕船也是可以用的一个 rubber band。然后这一个 rubber band 呢，它里面呢其实就是有一粒小小粒的 plastic， 然后就是这样套在我们的手，就是3只手指的这一个位置，就是给那一粒东西再压在这一个地方，就2只手一起戴。所以我戴的时候我是没有戴手表的啦，它其实就是靠着那一粒 plastic 压着我们这边的一个穴位，然后这一个 rubber band 它是完全没有用药的，我自己本身用到我是觉得非常安心，因为是没有药嘛，然后它的instruction manual 里面也没有讲你只能戴多久多久，所以有时候我会戴着睡午觉，有时候我很晕，晚上很晕，我也是会戴着它睡觉的。我不懂是不是心理作用啦，但是戴了过后呢，是真的觉得没有那么晕，它好像也是有帮我们排风，因为我戴了过后，我确实是有放屁比较多。除了带这个东西来缓解我的那些 morning sickness， 我饮食上面的习惯也是改变了很多。第一就是要避免吃那些比较难消化的东西，比如粗粮。是不是以为怀孕吃粗粮会比较好？因为粗粮讲都是比较健康嘛 ，compared to processed 过了的米啊、面包、面那些。但是如果我们有 experience 肚子胀风的话啦，吃粗粮的话，它会让我们消化的时间更长，就会 experience 肚子胀风。所以那段时间呢，我都是避免吃玉米、灯笼椒、番茄的皮，还有金针菇，就是这些吃了跟你大便出来的时候，它们样子是跟原本差不多，就是代表你的消化系统其实是很难消化它们的，你就会用更长的时间去消化，然后导致肚子胀风。然后那段时间都是吃白面包啊、白米饭啊那种比较容易消化的东西。再来呢，就是要少吃多餐。我本来也是少吃多餐，因为一个 portion 吃的分量也是蛮小的，然后就是隔1-2个小时又在吃东西，可能是那一段时间哦，一直吐，然后当有某一样东西是我觉得我吃得下的时候，我会拼命的吃，因为我觉得我终于吃得下东西哦 ，instead of 吃半碗，可能我会想让自己吃1碗，可是当我吃到太多的时候，那个肚子就是消化压力更大的时候，我就会很辛苦。所以不管是饿也好，不饿也好，你怎样那一个 portion 还是要把握好，真的是要少吃多餐，才不会辛苦。再来呢，就是可以吃一些饼干或者是薯片类的东西。这一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自己亲自 experience 过，然后告诉我的，因为他跟我讲，你试下吃 Mr. Potato， 你吃 Mr. Potato 你会好很多。因为小红书有讲吃饼干，所以我是有吃饼干。可是 Mr. Potato 这个我就是半信半疑，然后我就叫我老公去买，结果我吃了一片，我就是觉得OK，我肚子没有 reject 它，我也没有吐它出来，所以我就是没有胃口的时候我就会吃。大部分选择都是 original 口味或者是 tomato 口味。然后饼干类呢，我是有吃2种，一个是新的苏打饼，另外一个就是韩饼，就是圆圆小小片，然后咸咸的。因为我在小红书上面是有讲吃饼干的，它其实是可以中和我们的胃酸，所以不懂是不是这2种饼干也是有那一个功效啦。我吃了
身体也是没有怎样 reject 它。再来呢，就是尽量吃那些容易吐的东西，就是你不要再想营不营养啊，好不好吃啊，那个不是重点，那个重点呢，其实就是它容不容易吐，因为反正你吃进去，它吐出来的机会是蛮高的。就你要吐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让自己舒服一点？所以你要吃的东西就一定是要那种容易吐的东西。除了容易吐，你也要细嚼慢咽啦，避免你吐不出来。一个 example 就是有一天我吃了冬粉，然后我没有咬碎，就整条这样吞下去，然后吐的时候就是吐很多，就是一节一节，但是有一条特别长，它就是吊住在我喉咙，然后嘴巴这边掉一条出来，然后就要第二轮吐的时候再把它用力的吐出来，那一个 feeling 真的是，我真的不想再 experience 一次。所以吃东西一定要咬碎碎，咬到很碎很碎，然后才吞下去。我吐了那么多次，我是有几次是吐到我的胃黏膜灼伤。就我怎样知道我胃黏膜灼伤呢？就当我吐到没有食物吐的时候，我是吐水出来的。可是吐水是 clear 的嘛，我在那个 clear 的水里面，我就看到一点点血丝，然后我就以为死哦，我开始吐血哦，我就上网看哦，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胃黏膜一直吐，一直吐，一直吐，就吐到它受伤了，它就可能有一点点出血。但是大部分这种东西，它隔几个小时或者隔一天，它就会自己好了的。当我 experience 胃黏膜受伤的时候，其实我的这个喉咙这边也是灼伤了的。这样我又怎样知道我自己灼伤呢？是因为我吐了过后，我喝热水，我是很难受，因为有伤口嘛，然后我就喝冷水哦。很奇怪一点就是，我喝冷水的话，我的嘴巴里面会觉得是甜的。真的很奇怪，就是吐到很辛苦过后，尽量就是喝冷水，让自己的喉咙舒服一点。再来就是，如果吐了，怎样都要吃回一点点东西，就算你不饿，你也要吃一点东西，可能吃一块饼干也好，或者是吃一小块香蕉也好，面包也是可以。不然哦，你等下还要吐的话，你没有东西吐，你吐水的时候哦，真的很难受。我有几次吐黄胆水，就是因为我吐完肚子里面的东西，里面没有东西吐啊，所以就只能吐黄胆水出来，非常非常的辛苦。最后一点的建议关于这一个孕吐的呢，就是看一下你是什么时间段比较容易吐。我是傍晚上的时间比较容易吐，就是大部分吐出来的都是我的晚餐，所以我会在我晚餐之前，我先冲凉，我冲好凉，舒舒服服了，我才去吃饭。因为我试过，我吃饱饭了，然后我去冲凉，我在shower着的时候，然后我就吐了，然后满地都是我吐出来的东西，然后要 clean up，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messy。主要你就是避免你频密吐的那一段时间去冲凉就可以了。第二个 symptoms 呢，就是我 experience 到我的口水突然变到很多，因为我们怀孕过后，可能那个血液循环会加快，导致我们的新陈代谢速度也变快了，所以就口腔里面的口水的 production 也变多。这样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去避免的，就是一直吐口水哦。反正我是有这个桶，我就是时不时觉得嘴巴里面太多口水，然后我就吐进去这样。第三个怀孕的 symptoms 呢，就是嘴巴里面会有一个怪怪的味道，那个味道我也不懂怎样形容啊，就是不是酸甜苦辣的那种味道，就是那种涩涩这样的那一种感觉，就是会一直有不断的觉得，哎，自己嘴巴好像有一个怪怪的味道，你想要吃一点东西去中和掉那个味道。所以我的妈妈还有我朋友的妈妈，他们很好，他们就准备了一些酸的东西给我吃，这个是陈皮、花因子、喜马拉雅 salt， 然后再来就是这种佛手柑。其实还有就是有一个那一种陈皮，就是有一个老安哥头的那个是陈皮啊，酸梅陈皮两种我都有吃过的，吃完了我丢掉了，然后包装。电视机里面不是讲那种孕妇啊很喜欢吃酸的咩？可是对我来讲，我吃这些东西不是因为我 craving for 酸的东西，是因为我要中和掉那个嘴巴里面那个涩涩的味道那种感觉。再来第四个的那个 symptoms 呢，就是我很容易累，我就一直想要睡觉吧。就是我知道自己怀孕的前几天，因为我 work from home 嘛，我就一路做工，我就觉得哎，肚
怎么好像很累这样的。7点多我就去沙发那边看电视，然后看看下我就哇不能了，我就直接在沙发那边就躺下去，我就直接睡着了，就直接睡了2个小时。后来才知道，原来怀孕是会感觉到很累的，尤其是孕早期跟孕晚期。我孕早期那段时间呢，我基本上是一天可能要 nap 2到3次。我的作息呢，就大概是早上8点起来，然后吃早餐。我的工作其实是10点开始的，可是因为反正我都起床了嘛，我就8点多9点我就开始工作。然后工作到10点多，我就去 take 一个 nap， 然后我的 nap 通常都是1个小时半2个小时，然后到12点左右我又再起来，12点起来我就吃午餐，然后吃了午餐过后我又工作，大概到3点多的时候我又去 nap 到5点多起来，然后我又工作，然后工作完了，然后我就先去洗澡，冲了凉过后呢，就是晚饭时间，然后晚饭都是大概7、8点那样子吃。然后吃得来休息一下，有时候会在我的家楼下的 parking 那边这样散步，给自己消化一下，然后上来我就睡觉，都是9点多10点，最迟10点多我就会睡着，因为身体太累了，根本就没有力去玩电话或者是去看电视机。是我基本孕早期的时候，一天大概睡15个小时左右。第5个 symptoms 呢，就是这个其实在我还没有怀孕之前，我也是有这个问题啊，就是便秘。但是以前还没有怀孕的时候，便秘最多1天或者2天没有上厕所，怎样第3天我的身体自然它都是会让我去排便的。可是怀孕过后呢，我最严重是去到4天没有上厕所，一点便意都没有的。我也不大喜欢喝水，在孕早期的时候，因为我喝水我也是会吐，而且水是没有味道嘛，喝下去那个味道也是会让我很不舒服。水又喝少了，然后那个荷尔蒙又让我们的身体迟钝了，所以便秘就更严重。我也不敢乱喝那些fiber， 以前我会喝 fiber， 可是现在怀孕我就是怕不懂那个 fiber 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什么伤害，所以我也不敢乱喝。我就用最自然的2个方法。一个呢就是吃能排便的水果，比如说木瓜、火龙果。可是我吃木瓜的时候我会吐，然后我也在小红书上面看到木瓜也是会让我们肚子胀风，所以我好像吃了1、2次过后我就没有吃。之后我有便秘问题的时候，我都是吃yogurt或者是吃火龙果。第2个方法呢，就是我孕前的时候我是有用的一个，就是大便 pose， 就是指定的一些 pose。可以让我们的肠胃蠕动一下去上厕所。那一个 pose 呢，就是我会跪着，然后我的这是叫什么脚掌的位置，就是会在我的屁股下面，然后它应该是利用我们的这个脚掌的位置去在那个屁股的穴位那边施力，然后让我们有便意。我以前是试过是有用啊，但是孕早期这段时间不是百试百灵的。我一想要有那个大便 feeling， 我就是会这样子跪坐个大概5到10分钟这样。如果有便意就有便意，没有便意我就放弃了，然后就等它自然有那个 feeling 出来。我最后一个孕早期的 symptoms 呢，就是我很容易哭，比如说看 TV 看到一些很感动的剧情，或者是一些很伤心的剧情，也不一定要剧情啊，可能就是一首歌或者是一个广告还是怎样，我就会很有感触，然后我就会开始在那边流眼泪。除了那些时候，我另外哭的时间就是我在吐的时候，尤其是我吐得很厉害的时候。但是一直哭呢，对于宝宝的发育不是很好，而且也可能会影响到宝宝的性格，所以我都是避免自己去看那么催泪的东西。然后我也很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经常哭。有时候宣发自己的情绪是很重要，不然你收着也是很辛苦。那个是如果自己有情绪的话，可是因为我这种是外界的，就是看视频才会弄到我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是我听某些歌才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就避免太多这一种情绪的波动，让自己情绪稳定一点。好啦，以上就是我怎样去缓解我孕早期孕吐的一些方法。之后我再分享一下我的
孕中期的一些习惯，还有一些好物。